那我们第一个很明显，你看，第一个一看到就是 A 缸，A 缸是不是在步骤一准备开始前进？准备开始前进。所以第一个动作就是 A 缸。我们工作元件以大写的英文字母来表示工作元件以大写的英文来表示。那至于前进后退，我们用正负来表示。如果气压缸前进，我们就写正。那这个气压缸的前进或者后退，我们刚刚讲过以正负来表示。那正负就标示在哪里？标示在这个工作元件的代号英文字母的右上角。如果是前进，我们在它的右上角是不是写一个正？所以看到 A 正就表得这个动作，现在的动作是 A 缸前进。然后接着我们 A 缸走到步骤是不是到达终点？接着我们对下来，很明显可以看到是 B 缸要前进。这叫顺序动作，并不是前后，所以写前后。写前后。那第二是 A 缸前进，是个 B 正。然后接着很明显是 A 缸后退。负就在右上角写一个负。然后接着对不对？是个 B 缸后退。我们步骤一是不是确定运动图及缩写记号中的运动顺序？然后各位老师在后面再加一句话，并决定每一个动作所触发的讯号元件。并决定每一个动作所触发的讯号元件。并决定每一个动作所触发的讯号元件。接着我们看这个，并决定每一个动作所触发的讯号元件。A 正是我们整个系统的第一个动作。不管你是半自动或全自动的机器，在系统的机器必须以人力方式先供应一个讯号。现在假设我们是以一个人力方式来操作的按钮开关，简称为 PB。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操作 PB 这 push button， 它所要控制的动作是 A 缸前进。意思就是只要我操作 PB 这 push button， 它是不是做输出？这个输出就能够驱动 A 缸前进。然后 A 缸前进以后，接着下一个动作是不是 B？ 那这个 B 一定有一个讯号嘛？一个讯号是要驱动下一个动作。那这个讯号怎么来命名？这个命名由谁提供外力，就由谁来命名。由谁提供外力，就由谁来命名。我们现在很明显可以看到，是不是 A 缸前进到顶点，是不是接着 B 缸要前进？那既然工作元件我们用大写的英文字母，讯号元件就用小写的英文字母。那很明显，这个开关对不对？是由 A 缸提供外力，那当然由 A 来命名。所以工作元件是大 A， 讯号元件就是小 a。那至于对不对我们现在画出一支气压缸。这个缸假设是 A 缸，你看在它的起始点跟起顶端点一定是有配置有对不对？讯号元件。然后在起始点就不动嘛，我们用布的代入是二进位，有没有？就是0跟1的观念。那没有动作就是以0来代表，有动作对不对？就是以1来代表，输出是不是以1来代表？所以你看，既然没有动作，意思就是说，在 A 缸起始点这个开关就是命名为 A0。那动了以后，对不对？是不是碰撞到另外一个开关？是不是动了就是 A1？那你看我们来看这一个，至于这个讯号元件，它到底命名为1或0，就由前一个动作提供它外力的动作的正负来决定。例如是正，是不是很明显，对不对？就是1，因为动作了嘛。正就是1，负就是0。然后接着是 B 缸前进到顶点，接着是不是要产生下一个动作？很明显，你看这个开关是由前一个动作来提供外力，是不是 B？ 所以你看，工作元件是大 B， 讯号元件就是小 b。那至于是1或0，就是看正负因为是正，所以是1。
然后接着 BA 刚回到起点，接着所要驱动的下一个动作也是 B 啊。那我们看这个是由前一个动作提供外力，前一个动作是 A 啊，所以这里就小 A。那因为是负，就代表没有动作就是零，负就是零，正就是一。然后 B 刚回到起点，是不是碰撞到一个开关？是系统终结。你看这个开关很明显是由前一个动作提供外力，前一个动作是 B， 后一个啊，所以这个讯号元件命名为 B， 因为是负，所以是变成零。啊，到这里的话，我们是不是全部都完成了？啊，步骤一是不是确定运动图及缩写记号中的运动顺序，并决定每一个动作所触发的讯号元件？啊，然后第二个步骤啊，我们1跟2写在一起，叫区分层组。啊，什么叫区分层组？就做讯号消除的意思。各位老师在这里特别注意，以前我们的压力源是一个圆圈一个点，啊，但是现在已经ISO 规则已经变了，现在压力源变成正三角三角形，现在压力源全部改成为三角形，以后压力源都是三角形，一个圆圈一个点，那是旧规则，对不对？现在新的 ISO 规定就是压力源就是用三角形。这个阀是一个几口几位阀，我想各位老师应该都没有问题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阀是属于几口几位？我们在这里有3个原则第一个，我们要判断一个阀是属于几个通路，就几个口、几个作动位置。一般我们是以这3个原则来判断。第一个必须是压源口，例如我们这个图来看这个阀，你看压源口是不是只有一个然后第二个叫工作管路口。什么叫工作管路口？气压缸在我们控制上的学名叫工作元件。气压缸在我们控制上的学名叫工作元件。那这个气压缸是由底下这个阀来驱动所以上面这个缸叫控制元件，底下这个阀就叫控制元件控制元件。那你看这2个口是不是连接到气压缸所以这2个口就连接到气压缸，这2个口就叫工作管路口工作管路口。那第3个叫排放口排放口。使用过之后的空气是不是要从排放口做排放所以你看，我们以这个阀来讲，以连接以这个位置来讲，是不是一个压源口，一个排放口，2个工作，所以这个阀叫4个口，有4个通路的意思那至于对不对你看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气压缸缩回来在起始位置？当然，如果这个阀的作动位置转换成左边你看我们看这个阀。这个是不是叫活塞感测？这是不是叫活塞头测？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图很明显可以看出来，现在是不是活塞感测？是不是供气？活塞头测是不是排放？所以这个时候气压缸是不是缩回来在起始位置？那如果对不对？我这个阀